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海外网10月12日电，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消息称，法属波利尼西亚总统爱德华·弗里奇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1周，他曾访问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总理卡斯泰会面。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10月12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在75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批驳美方近来大肆鼓吹的三边军控谈判论调。耿爽表示，中国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国的核力量与美俄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要求中国参加三边军控谈判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行，中方不同意，也绝不接受任何胁迫与讹诈。耿爽强调，中方不参加所谓三边军控谈判，并不意味着中方回避自身核裁军责任，拒绝参与国际核裁军努力。自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中国就倡导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宣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是5核国中唯一做出这一承诺的国家。中国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就战略安全问题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将继续参加联合国财谈会5核国框架下的军控讨论进程。据一点科技消息，一点科技讯，北京时间10月12日晚间消息，虎牙与斗鱼联合宣布合并，预计于明年上半年完成合并。此次合并案后，腾讯将控股新公司。公告显示，虎牙将通过以股换股合并收购斗鱼所有已发行股份，包括由美国存托凭证所代表的普通股。双方已与虎牙根据开曼群岛法律新成立并全资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及腾讯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签订合并协议与计划。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截至今日6时，全球累计确诊3785万2768例，现存确诊850万9343例。中国以外今日新增确诊32万5190例，累计确诊3784万5219例，累计死亡107万8852例。国内现存确诊439例，现存疑似9例，累计确诊9万1352例，累计死亡4746例。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今日6时，现存确诊病例439例，现存疑似病例9例，现存重症病例0例，累计确诊病例9万1352例，治愈病例8万6167例，死亡病例4746例。澎湃新闻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2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与罗伯特·威尔逊，以表彰他们对拍卖理论的改善和新拍卖形式的发明。两位教授目前均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尔逊还曾经是梅尔格罗姆在斯坦福的博士论文导师。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根据诺贝尔奖官方推特获奖消息公布后，现在83岁的罗伯特·威尔逊第一时间接听电话，表示是自己获得诺奖的消息令他在深夜醒来。此外，诺贝尔奖官方推特还透露，当威尔逊得知自己与米尔格罗姆的获奖消息后，诺奖官方却联系不上72岁的米尔格罗姆，于是威尔逊不得不与老婆亲自跑到一街之隔的米尔格罗姆家，在深夜敲门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据海外网消息，10月12日电，2020年 NBA 总决赛以湖人队获得第17个总冠军落下帷幕。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迷当晚在街头庆祝，未料场面失控，与警方陷入冲突。据今日俄罗斯消息，当地时间11日晚间，成群的球迷挤满斯台普斯中心周围的街道，庆祝湖人队夺冠。尽管洛杉矶市市长加塞蒂呼吁在疫情之下不要在外聚集，疯狂的球迷还是举行了庆祝活动。当晚，难掩兴奋之情的球迷们燃放烟花并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最终演变成与警方的对抗。警方不得不发射催泪弹回击，现场一段视频还捕捉到催泪弹在人群中爆炸的瞬间。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
虽然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协议并未得到完全遵守，双方继续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在这一背景下，亚外长姆纳查卡尼扬再次赴俄讨论纳卡问题。俄塔社称，姆纳查卡尼扬12日在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阿方没有遵守停火协议，亚方坚持要求建立纳卡地区停火协议执行情况的核查机制，该机制可以促进停火协议的遵守。拉夫罗夫称，我们看到这项协议尚未得到完全遵守，战事仍在继续。他希望与阿亚方面保持接触，并呼吁尽快重启纳卡谈判，尽快建立停火协议核查机制。阿总统阿列耶夫12日则表示，阿方终于在纳卡接触线上的停火协议，协议中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内容符合阿方利益。阿方对核查机制的提议暂未回应。环球时报报道，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有消息称中国的国有能源企业和钢铁厂已经得到官方的口头通知，让他们停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报道称，有来自境外财经资讯平台的消息称，目前中国的国有能源企业和钢铁厂都已经接到了官方的口头通知，让他们暂停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该平台还宣称，消息来自中国国内的4家相关企业。不过，悉尼先驱晨报表示，澳大利亚官方目前尚未从中国官方得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正式消息。但即便如此，这一消息还是对澳大利亚国内的煤炭企业造成了冲击，其中一家公司的股价出现了超6%的下跌。该报猜测，此事可能与中澳关系恶化、中国需要消化国内煤炭企业的存量、调控煤价以及投资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因素有关，并提到今年5月，中国就曾为了保护本国煤炭工业而对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做出过一些限制。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10月13日电，据 CNN 报道，白宫医生肖恩·康利说，特朗普连续几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白宫医生肖恩·康利8日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已经在8日完成了新冠肺炎的治疗疗程。自返回白宫以来，他的身体检查结果一直保持稳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疾病有任何进展。康利说，周六10日是特朗普确诊后的第10天，预计特朗普将在10日安全地回归公共活动。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建议称，有症状的新冠肺炎患者无需复检就可解除隔离的标准是症状出现后的10天，另外至少再加上3天无发热、呼吸道等症状。据环球网国内消息，10月12日下午，北京市第16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表示，自9月3日起逐步恢复部分国际客运航班直航北京以来，首都机场口岸已入境直航北京国际客运航班46架次，旅客6870名，共输入2例确诊病例。整体上看，恢复直航工作平稳有序，输入风险较低且可防可控。但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我们时刻面临零星病例输入的风险，必须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科学防控、精准施策、有效应对，一刻也不放松地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特朗普已经对新冠肺炎起免疫反应，但不清楚可持续的时间。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再干4年，美国特朗普在12日举行的俄亥俄州托莱多竞选活动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遇到了一些小尴尬。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在当天的活动上，每当拜登提及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台下特朗普支持者就会高喊上述口号。报道称，当天的活动是免下车式的，拜登站在讲台上发表讲话，台下的听众则坐在各自的车内。报道提到，每当拜登提到特朗普的名字，台下后者的支持者就会按喇叭，并且高呼美国特朗普再干4年之类的口号。RT 称，特朗普支持者高呼的口号淹没了拜登的演讲，令其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被打断后，拜登试图继续其演讲，他还朝着人群说道：“谢谢你们的介绍。”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把这群畜生关进监狱，就现在。当地时间12日大清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愤怒地连发多条推文，猛攻波特兰的示威者。
前一晚，当地有约200名示威者以抗议种族和殖民主义的旗号，破坏了当地的标志性雕塑西奥多罗斯佛像、林肯像，还砸碎了多栋建筑的玻璃。当地时间12日早上，特朗普转发了多段波特兰市区内遭示威者破坏现场的视频，并将怒火对准了这群示威者。据环球网国内消息，海南破获特大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9月9日，该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捣毁琼海、万宁等地窝点5个，查扣宋、元、明清时期海捞瓷珍贵文物5097件，案件估值3300余万元人民币。7月2日上午，专案组从海岸警察总队业务小组、海口市公安局和总队海口、琼海、万宁支队抽调110名警力，组成3个抓捕小组，在琼海、万宁两地同时全线收网，共抓获王某金、王某畅、福公某等犯罪嫌疑人10名。其中，现场抓获7人，规劝3名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捣毁藏匿在琼海、万宁等地的5个非法收购、买卖、运输濒危野生玳瑁及其制点窝点。据环球网国际消息，韩国目前普遍使用的是药液与注射器一体式的流感疫苗，出现白色颗粒的疫苗全部来自一家叫做韩国疫苗公司的生产企业，并且使用了一家注射器公司的某款注射器。据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昨天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目前只有这家疫苗生产企业的药液在封装进注射器时会出现白色颗粒。目前，韩国仍在调查是药液的问题还是注射器的问题，或者两者在接触时是否发生了反应。一点资讯，官方报告。中国新闻周刊消息，据青岛市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10月12日17时30分，青岛市共发现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且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与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有消息称，此次青岛出现集中病例，系胸科医院接收境外输入人员后，使用 CT 后消毒不彻底，造成感染所致。所涉也不是一个病区。据财经报道，一位参与疫情防控的内部人士透露说，医院初步怀疑是这样，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不过，不能断言胸部 CT 消毒不彻底导致人群感染。对此，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一切以官方消息为准。记者多次拨打青岛市卫健委电话与卫生健康热线，均未得到回复。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篮球界消息，当地10月11日晚，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迷在斯台普斯中心外游行庆祝，但一场和平的庆典很快就演变成了暴力冲突，最后导致76人被捕，30多栋建筑受损，还有8名警察受伤。据报道，昨晚的暴力活动共有76人因破坏公物、袭击警察被逮捕。暴乱人群中有2人被警察发射的非致命弹药打伤，随后送往医院治疗。现场受伤的8名警察也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很多洛杉矶市区的居民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非常失望和愤怒。这些人打着庆祝的名义，那如果湖人今天输了又会发生什么？部分商店外全是涂鸦，一家星巴克还被洗劫一空。我理解大家想要庆祝，但不应该是这种暴力和破坏性的方式。据新京报消息，新京报讯10月12日，上海丽思卡尔顿和宝格丽酒店回复新京报记者称，此前关于上海名媛群15人拼单魔都顶级酒店40人团外滩观景房一事，酒店方没有发现类似情况。在宝格丽酒店可以俯瞰外滩美景，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则可以看到上海老洋房，两个酒店都是5星级，且地理位置优越，吸引众多网红打卡。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中新社香港10月12日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2日宣布，推迟原定于10月14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的最新一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当天会见传媒时说，推迟发表施政报告是因为经过严重的疫情，大家期盼香港走出经济困境，有了这个信念，自己早前已梳理一系列措施，请求中央考虑和支持。由于这些措施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他将于10月下旬前往北京参加部委的协调会议，才能确定有关政策及项目能否得到支持。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近日有网友发布内容为胡锡进否认有儿子，加拿大机场自拍照曝光，惨遭打脸。继胡锡进儿子留学加拿大后，金灿荣教授为留学美国的儿子而起主婚刷屏等不实信息。
10月11日21时39分，艾特微博辟谣发布消息称，现根据微博投诉操作细则相关规定，对发布此类不实信息的牡丹江老团长、佛山帅哥 ALANL328 等12个账号作出禁言7天的处罚。据环球网国内消息，近日青岛市共报告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经专家判定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根据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为认真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态化防控策略，进一步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现向全市广大市民朋友提出如下疫情防控建议：密切关注青岛市发布的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行动轨迹，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青岛市。近期请市民如非必要，不要前往青岛市。时刻保持个人防护意识，时刻注意饮食安全，时刻监测个人身体变化。一点资讯，官方报道。环球网消息，据台湾中央社等台媒10月13日报道，英国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正在推动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案，近日已经针对其中3个武器系统向国会两院的外委会发出通知。此前，针对美台军售，大陆曾多次敦促美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同时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以武谋独。据环球网国际消息，据美国福克斯新闻12日消息，俄勒冈州波特兰11日晚出现抗议活动，前总统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的雕像被推倒，多座建筑物的窗户也被砸碎。当地媒体报道称，警方当时没有对此进行干预，不过事后当地警察局在推特上表示，那些试图用铁链推倒雕像或参与破坏公物的人将被逮捕。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10月13日电，当地时间12日，美媒消息称，由于参与者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美国强生公司正在进行的新冠疫苗研究已经暂停。强生公司在给媒体的回应中确认研究已被暂停，称是因为一位参与者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症状，并拒绝提供更多信息。公司声明写道，我们必须尊重参与者的个人隐私，我们现在也在了解其症状，在分享更多信息之前要理清所有事实。不过，强生公司也强调，症状、意外和其他医疗问题都可能出现在临床研究中。同时，公司重申，目前的暂停并不等同于大规模的正式搁置，所以并没有告知公众。美媒指出，虽然临床研究中出现暂停并非罕见，但疫情期间的疫苗研究关注度明显更高，而且强生公司的此次研究规模达到了6万人。研究的一位消息人士称，在这种规模下，即使这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也可能出现新的状况。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界面新闻消息，10月12日，界面新闻从美联航获悉，美联航将于2020年10月21日起恢复中美不经停直飞航线，往返于上海浦东至旧金山国际机场，每周运营4班，由波音777-300ER 客机直飞。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消息，当地时间10月12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针对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可在钞票、玻璃和不锈钢等光滑表面上存活长达28天。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该研究所用样本中的病毒载量非常高，是在实验环境而非现实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是在黑暗环境中完成，没有任何的紫外线，发现新冠病毒可在20摄氏度下存活28天，在40摄氏度下存活24小时。玛利亚·范科霍夫指出，新冠病毒可被消毒剂快速杀灭，但接触污染物体表面是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之一，所以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有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未被消毒，而人在接触后也没有洗手就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巴，也可能导致感染。所以世卫组织建议继续对医院等环境进行清洁，同时经常对物体表面进行消毒。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消息，伊朗高官感染新冠病毒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2位副总统在同一天确诊，足以反映伊朗第3波疫情正在造成的威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2日发表讲话说，他对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非常痛心。伊朗的第一要务是解决经济问题，保障国家安全。据伊朗卫生部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当天伊朗新增死亡病例连续第2天突破历史记录，
达到272人，新增确诊病例4206例，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0万人。据财联社10月12日讯，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李明表示，证监会下一步将按照新股常态化发行共识，加强研究评估，全面总结科创板注册制经验，向全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证监会副主席严庆民表示，当前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大力起解决股票质押、资本占用、违规担保等问题。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李明表示，证监会高度重视上市公司开展跨境并购交易，下一步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修订，同时进一步研究优化境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差异衔接等制度安排。据环球网社会消息，10月12日11时许，一男子从石柱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后千沟大桥高坠，砸到桥下行人邹某，男79岁，石柱县万安街道人。接报警后，石柱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经120医生现场确认2人均已死亡。警方经现场勘查、调看视频监控、调查走访，初步查明系秦某，男47岁，石柱县黄水镇人，跳桥自杀所致，排除刑事案件，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一点资讯，官方报道。海外网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0月12日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群体免疫只能通过接种疫苗实现。一些人讨论的通过感染病毒实现群体免疫，既不科学也不道德。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表示，全球目前约有40种新冠疫苗已处于临床试验中，其中10种已进入3期临床试验，最早于今年12月到明年初将有疫苗实验数据公布，预计未来6到12个月将有多个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公布结果。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2日，澎湃新闻从死者母亲杨中芬的诉讼代理人以及左德刚的辩护人处获悉，原定于10月15日开庭审理的左德刚故意杀人再审议案延期，具体时间等候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对此，杨中芬和郑强律师均表示无法理解，希望法院能做出合理说明。郑强称，他于今年9月22日接受杨中芬委托，次日去安徽省高院复制卷宗，并在2周时间内对全部案卷材料详细阅读了数遍，做好了充足的开庭准备。另外，杨中芬的另一名代理人因开庭时间冲突，在国庆节前曾提出过顺延3-5天的请求，被安徽高院告知10月15日的开庭时间已确定，无法变更。一点资讯，官方播报。观察者网消息，12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继续专题报道台湾间谍案，披露了一名叫做郑宇清的台独分子以学者身份在捷克搜集情报，不断抹黑大陆，挑拨中欧关系。据央视介绍，郑宇清曾任民进党前任主席卓荣泰助理，卓荣泰晚间火速切割关系，声称自己从无此助理，过去也不认识此人。据半岛都市报消息，在国家省专家组指导下，青岛市公安疾控部门会同相关区市，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追踪，已基本掌握6例确诊病例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9月22日至10月10日的活动轨迹，对已排查到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等风险人群落实健康管理措施。据山东聊城深县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0年10月12日16时许，深县1007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勇在江苏落网。2020年10月7日20时许，我局接到报警求助，称当日上午10时许，张某，女31岁，现居住于张鲁镇石远丁村，自石远丁村往深县雁塔办事处张屯送孩子，一直未归，失联。我局立即组织多方查找，当日23时许，在深县张鲁镇南吴村一闲置院落发现张某已经死亡，随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调查。经初步侦查，张某与丈夫张某勇因家庭矛盾发生过争执，正在闹离婚。张某勇有重大嫌疑，已潜逃。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时报消息，特朗普当地时间12日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竞选集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2日最新消息称，白宫医生肖恩·康利当天表示，特朗普连续几天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天登机前往集会现场以及在集会现场发表演讲均未佩戴口罩。据美国媒体消息，12日晚间，特朗普抵达佛罗里达州桑福德集会现场，没戴口罩加手上有创可贴，
美国媒体记者鲁帕尔12日早些时候在个人推特上这样配文并转发的一张照片显示，为参加此次集会，特朗普当天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但并未佩戴口罩，而照片中特朗普的随行人员均有佩戴口罩。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海外网10月13日电，据《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1号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确诊新冠肺炎后的首场竞选集会。他乘机前没有回答提问。当天早些时候，白宫医生肖恩·康利说，特朗普连续几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不具有病毒传染性。据环球时报新媒体消息，据新印度快报11日报道，当地时间10月10日，印度安全部队一名士兵在中央邦卡特尼军械厂枪杀一名初级指挥官之后，携带 INSAIS 步枪在这座庞大的军械厂内躲藏超过24小时。据了解，辛格在10日晚上与名叫苏贝达尔·阿肖克什卡拉的初级指挥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开枪打死他。辛格用服役期间配发的 INSAIS 步枪至少开了4枪，导致这名指挥官死亡。目前，辛格还继续藏匿在军械厂内，他的步枪内至少还装有15发子弹。一点资讯，官方播报。环球网国际消息，印度多家媒体报道称，印度和中国军方12日在边境地区举行第7轮军长级会谈，以解决两军在实控线地区的对峙问题。据今日印度等媒体报道，这是印度第14兵团司令辛格中将最后一次参加该会谈，他之后将转任印度军事学院院长，梅农中将将继任第14兵团司令一职。另据《印度斯坦时报》12日引述印度官员的话称，中国正对驻扎在班公湖北岸的部队进行换防，由此推测中国部队至少今年冬天无撤离计划。此外，印度12日宣布正式开通位于边境地区的44座桥梁，多名高级官员参加通车仪式。据报道，这些桥梁长度在30米至484米之间，分布在7个地区。据上海发布消息，根据有关部门通报，俄罗斯航空公司10月9日 SU208 航班核酸检测阳性旅客11例。根据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第7条第3款之规定，对该公司再次实施航班熔断措施，即自2020年10月26日起继续暂停该公司该航线航班运行4周，熔断的航班量不得用于其他航线。